魂宗。我是谁，你不配知晓。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剑魂，是。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在仙逆的85集剧情中，亡灵冲破封印，进入炼魂宗恢复修为。柳眉悄悄跟来，想要吞噬亡灵。亡灵被封印修为成为凡人后，被一群山贼欺负得太惨了。只不过当亡灵被关入水牢中，却意外在水牢中恢复了一些修为，当即便宰了山贼首领和打断他手脚的刀疤汉子。在火云寨的水牢中经历生死考验后，亡灵体内的茶之意境痕迹消散了1/10，困扰他许久的封印也随之松动，修为逐渐恢复到筑基初期。这一变化让他能够勉强催动储物袋中的法宝，再加上文兽的守护，面对普通修士时总算有了自保之力。但此前吞服仙玉已达身体承受极限，继续使用只会被磅礴仙力反噬。当务之急是找到灵力充裕之地闭关修炼，争取在9年内恢复巅峰状态。亡灵骑上文兽俯瞰火云寨，想起被山贼折磨的屈辱经历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诛杀魁梧寨主和刀疤汉子后，积压多时的恶气总算排解大半。他轻拍文兽头颅，庞然大物立刻振翅腾空，却因速度太快，让筑基期的亡灵有些吃不消，只好委屈地放慢飞行节奏。通过地图预检，亡灵锁定了南方的毗卢国炼魂宗。作为朱雀大陆5级修真国的3大宗派之一，炼魂宗以独特的外围弟子制度闻名，核心弟子仅数百人，外围弟子却数以万计。想要入门，必须先缴纳灵石，成为外围弟子，再通过3年一次的大比争夺唯一的核心弟子名额。这种看似松散的模式，实则是用淘汰制筛选精英。山门之外的几座灵脉大山，更是修炼的绝佳之地。7日后，亡灵在千里外收起文兽，换成普通飞剑，接近炼魂宗。距离山门还有几十里时，一道柔和的护山仙阵挡住去路。就在他准备寻找入口时，一道紫红光芒呼啸而至，化作面容奇特的红发老者。亡灵立刻收敛气息，装出恭敬的散修模样，声称想成为外围弟子。老者打量着亡灵脸上的疤痕，以收徒时间已过为由拒绝。亡灵心中暗忖，不动声色地取出珍藏的飞剑作为见面礼。老者接过锦盒，眼中闪过惊喜，却仍故作镇定地盘问来历。亡灵凭借500年修道经验，将杜撰的护法经历说得半真半假，成功打消了老者的疑虑。在老者的带领下，亡灵穿过护山阵，来到外围弟子所在的灵脉山峰。红发老者喊出负责登记的常大伟，一番寒暄后，亡灵以青木之名获得了第1090号洞府的居住资格。缴纳2块中品灵石时，他故意露出肉痛的表情，完美扮演了散修弟子的拮据模样。常大伟懒散地提醒他，外围弟子中筑基期修士不在少数，即将到来的6月大比才是真正的考验。目送中年男子离开后，亡灵握紧手中的黑色令牌，望向远处云雾缭绕的炼魂宗内门。这里的灵力浓度远超外界，正是他冲击结丹的理想之地。与此同时，50里外的山崖上，柳眉手中的玉简突然泛起青芒。这枚由朱雀老祖特制的玉简，能够感应100里内特定修士的气息。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宗门禁制，他轻声呢喃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。那个让他牵挂又忌惮的曾牛，或许真的藏在这看似平静的炼魂宗内。朱雀星东部的天际，一道青芒如丧家之犬般疾驰，光芒中裹挟着一缕虚弱的元神，正是在小北延吉之地惨败的巨魔族老祖。魔童的追击让他元神重创，3个拳印在元神表面滋滋作响，泄露的灵光在天地间划出狰狞的痕迹。作为巨魔族的掌舵者，他不得不舍弃肉身，卷着储物袋狼狈逃亡。绕星半圈后，终于借助小北延吉之地的天然禁制，甩脱魔童，逃回部族后，立刻夺舍了一名族人的躯体。闭关室内，老祖盯着手中的仙剑，若有所思。这把从亡灵处夺来的飞剑，此刻正传出断断续续的求饶声。随着他掐诀喝令，黑雾翻涌间，进化出一个满脸谄媚的中年男子，正是剑中剑魂许立国。不同于普通剑魂的忠诚，许立国一见老祖便扑通跪地，将亡灵的罪状添油加醋的诉说，甚至自扇耳光以示忠心。老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。他从未见过如此识时务的剑魂，试探性的施加一道封印，却发现许立国只喊痛，却未被真正束缚。这种奇特的反应让他既困惑又惊喜。他哪里知道，这个看似卑躬屈膝的剑魂，实则是个千年老魔。所谓的万魔穿心誓言，在许立国心中不过是拖延时间的权宜之计。老祖最终决定留下这道奇特的剑魂，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许立国的算计。只要等到亡灵前来，这把仙剑便会成为反戈一击的关键。与此同时，朱雀星南部的炼魂宗内，一道身影正盘坐在1090号洞府的石床上。亡灵望着四周皲裂的墙壁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。自从用极品灵石布置聚灵阵后，浓郁的灵力让这间普通石室不堪重负，石床早已布满蛛网般的裂痕。过去1个月，他几乎榨干了2块极品灵石，修为从筑基初期飙升至中期巅峰，可体内的茶之意境封印却如顽石般难以撼动，甚至随着灵力增长而愈发坚固，还是太慢了。亡灵轻叹一声，指尖掐诀修复了墙壁的裂痕。他清楚极品灵石储量有限，储物袋中仅剩不到15枚，如此消耗下去绝非长久之计。走出洞府，夕阳的余晖洒在脸上，他忽然想起远在楚国的小周如。
那个总爱欺负小白的女孩，此刻是否也在望着同一轮落日？劫后余生的感慨涌上心头。从巅峰跌落的这一年，他经历了凡人的病痛、山贼的折辱，却始终未曾动摇恢复修为的信念。旧年的最后一日，炼魂宗的灵脉山峰被暮色笼罩。王林站在洞府外，望着远处如血的残阳，忽然瞥见一道熟悉的倩影从云端飞来，妙曼的身姿让他瞳孔骤缩。是柳眉，那个在朱雀国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子，此刻正朝着炼魂宗方向而来，手中握着一枚闪烁青芒的玉简。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王林立刻收敛气息。他知道这枚玉简必定与朱雀老祖有关，是追踪他的关键道具。此刻的柳眉望着玉简上跳动的青光，心中既期待又忐忑。那个在雪域国掀起腥风血雨的曾牛，真的会躲在这小小的炼魂宗内吗？王林从山峰飘然而下，来到山峰中段处，一位正在盘膝吐纳的中年男子察觉到动静，睁眼一扫，震惊地发现王林已达筑基中期。原来王林元神崩溃，无法隐匿修为，被身为结丹修士的中年男子识破。王林心中焦急，深知需尽快恢复元神，表面却恭敬解释自己本就临近突破，借此地灵力侥幸进阶。中年男子虽觉王林修炼速度过快，但对其说辞未多怀疑，只是深深看他一眼，记下此事，随后询问来意。王林抱拳，表明想换灵力更充沛的洞府。中年男子皱眉劝诫，修道切忌贪快，否则道基不牢难结丹。王林稍作沉默，仍坚持请求。男子见他执着，便告知换房需加一块中品灵石。王林面露苦笑，心疼地掏出灵石交给男子。男子收走王林原本的令牌，又递给他一块，称房号越小灵力越充足。王林接过，见令牌上写着803，道谢后转身离开。王林走后，中年男子越想越觉得事有蹊跷，化作长虹直奔1090洞府。他在洞府内仔细查看，却毫无异样，不禁疑惑，难道真是自己多疑？王林本就该突破，所以修炼如此之快。思索片刻后，男子走出洞府，决定日后多留意这个叫青木的人。王林拿着令牌，顺着山峰向上飞，找到803洞府。此洞府与1090号相仿，地面有个结构复杂、乍看满是重影的小型阵法，立刻吸引了王林的目光。一番研究后，他看出这是个被刻意设计的不易看穿的简单聚灵阵。聚灵阵能凝聚灵力，可必须布置在灵眼上才能发挥最大效用，而此地并非真正灵眼，是一处迁移来的伪灵眼。虽因意境与封印受伤，修为受损，但王林毕竟是有500年阅历的化神修士，一眼便看穿此阵。要知道，结丹修士极少有人能看出此阵端倪，元婴修士也仅能看出些痕迹，想完全看透更是难如登天。况且这阵法还有诸多迷惑人心的多余结构，增加了破解难度。毕竟炼魂宗将山峰视为外围弟子洞府，暗中必然做了手脚，只是想不到会有化神修士在此修炼。王林右手在阵法上拨动，发现阵眼处还有个更复杂的阵法，猜测这便是制造伪灵眼的关键。他将阵法恢复原状，在洞壁打出静置，拿出3块极品灵石，开始吐纳修炼。此地灵力本就比1090洞府浓郁数倍，加上聚灵阵和伪阵眼，又有极品灵石辅助，灵力浓郁程度令元婴期修士见了都想抢夺在此修炼，因为修炼速度将大幅提升。王林沉静吐纳，忘却时间，灵力浓郁到一定程度，凝结成淡蓝色灵霜。803洞府地面泛着蓝芒，王林身上也覆满灵霜，只是他面部茶形疤痕依旧狰狞。在王林体内，灵力慢慢积累，可察之意境与封印却在浓郁灵力作用下愈发坚固。时间匆匆，2个月过去，王林几乎一动不动的修炼达到筑基后期，但距离筑基大圆满仍有差距。3块极品灵石也耗尽了，这让他心疼，决定少用这种依赖极品灵石的修炼方法。一日，王林睁眼看向地面阵法，一拍之下，阵法散开，露出阵眼。他觉得这里灵力不够，若能直接从伪灵眼抽取灵力，或许能助自己结丹。于是他盯着阵眼内的小型阵法研究。王林对静止研究已炉火纯青，很快有了心得。他双手掐诀，调动灵力，形成一套残影。这残影静止是他独创，与单一静止区别很大。以他现在的修为，打出残影静止困难重重，全力之下打出一道都极为勉强。最终所有残影融合，他向阵法一指，残影静止落下，阵法一阵，巨大推力散开，随后停止运转。王林上前轻点，阵法消失，露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色灵石昆金岩。王林认出昆金岩能吸收灵力，二话不说按在上面吐纳，磅礴灵力瞬间涌入，他全身汗毛张开，挤出一股黑气，脸上茶痕暗淡了些。王林心中狂喜，不过也明白这种效果只有首次有效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驱除杂念，全心投入修炼，感受着灵力渐渐平稳，沉浸其中。